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。今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六君子丸和香砂六君子丸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两款看似普通的中成药，它们对脾胃不和的人群覆盖率高达 70% 以上。而且研究表明，超过 65% 的现代亚健康状态与脾胃功能失调有关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90%的人并不了解如何正确使用这两款中成药。在说这两个中成药之前，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上一期的四君子丸，它是中医里补气的基础方。四君子丸由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这4味药组成。人参呢，就像是身体里的补气小能手，能补充我们身体的元气。白术可以健脾燥湿，帮助脾胃把多余的湿气排出去。茯苓能利水渗湿，让身体里的水湿代谢更顺畅。甘草则起到调和诸药的作用。这4味药搭配在一起，主要就是针对脾胃气虚的情况，比如平时容易疲劳、乏力、没胃口、大便稀溏这些症状。但是呢，很多人脾虚之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生痰湿。咱们中医里讲，脾是后天之本，负责运化水湿。如果脾胃气虚了，运化能力就变差，水湿在体内堆积，时间长了就会变成痰湿。这时候光用四君子丸补气就不够了，还得把痰湿也解决掉。于是六君子丸就应运而生了。六君子丸的前世今生。六君子丸听名字就很霸气，6位君子齐聚一堂。那么这6位君子究竟是谁呢？实际上六君子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四君子汤。上面我们提到，四君子汤由4味药组成，人参现在多用党参替代，白术、茯苓和甘草。这4味药在中医里被称为四君子，主要功效是补脾益气。而六君子丸，它就是在四君子丸的基础上加上了陈皮和半夏这2味药。不过现在市面上可能陈夏六君丸不太好找，但是六君子丸其实和它是差不多的东西。这里的党参有的版本可能会用人参，不过现在大多用党参，效果差不多，而且价格更亲民一些。现在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要在四君子的基础上加这2味药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家里有积水，首先你需要把水排出去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你需要找出漏水的原因并修复它。在中医理论中，四君子就像是修复漏水源头的工具，而陈皮和半夏则是帮助排出已经积存的水分。用中医的语言来说，四君子党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主要补脾益气。陈皮虽然它归类在行气药里，但它也能燥湿化痰、理气健脾。平时咱们吃橘子的时候，那个晒干的橘子皮就是陈皮，越陈越好。它能让我们身体里的气顺畅起来，就像给拥堵的马路疏通交通一样。气顺了，脾胃的功能也能更好，同时还能把痰湿带走一些。半夏，这是一味温性的化痰药，能化痰、降逆止呕。比如说你老是觉得恶心、想吐，或者嗓子里有痰咳不出来，半夏就能发挥作用。不过半夏有一定的毒性，但是经过炮制之后就比较安全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所以六君子丸的整体功效是什么呢？它既能补脾益气，修复能量来源，又能燥湿化痰，清除积累的痰湿。这就像是你既请了木匠来修复房屋结构问题，又请了清洁工来处理已经造成的污渍和积水，双管齐下，效果自然更好。注意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关于白术的炮制。生白术有通便的作用，炒白术，尤其是土炒白术，有止泻的作用。麸炒白术的功效介于生白术和土炒白术之间。现在市场上土炒白术不太好找，大多是生白术和麸炒白术。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，如果发现大便的情况有变化，比如本来便秘的吃了之后大便通畅了，或者本来大便稀溏的吃了之后变正常了，这可能和白术的炮制有关，不用太担心。只要不是特别异常，一般没问题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香砂六君丸。香砂六君子丸升级版的六君子。如果说六君子丸是基础版，
那么香砂六君子丸就是它的升级版。香砂六君子丸实际上是在六君子丸的基础上又加入了2味药木香和砂仁，所以严格来说，香砂六君子丸应该叫8君子丸才对。但中医命名有时候并不是单纯按数量来的，香砂指的是木香和砂仁，六君指的是前面提到的六君子组合。这2味新增的药物有什么作用呢？木香，这是一味行气药，主要作用是行脾胃之气，还能行肠道之气和肝胆之气，但主要还是以脾胃为主。当我们脾胃气滞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腹胀、腹痛、打嗝、放屁多等症状，木香就能把这些堵在脾胃里的气疏通开，让脾胃舒服起来。砂仁，广东阳江市的阳春砂仁很出名，它有2个主要作用，一是芳香化湿，2是行气。它的香味比较浓，能把身体里的湿气化解掉，同时还能让气顺畅运行。这就像是在原有的修复团队中又增加了2名专业人士，一个负责疏通管道行气，一个既能疏通管道又能除湿，芳香化湿加行气。那么六君子丸和香砂六君子丸有什么区别呢？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有气滞，也就是气机不畅的情况，以及气滞的严重程度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只是脾胃虚弱，伴有一些痰湿，选择六君子丸；如果你除了脾胃虚弱、痰湿之外，还有明显的胀气、闷胀感，那就选择香砂六君子丸。3、如何辨别自己适合用哪种药？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最关键的问题，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需要服用哪种中成药，以及应该选择哪一种？首先，如果你有以下症状，可能符合中医所说的脾虚，容易疲劳，没什么精神，说话无力或者不爱说话，舌头颜色淡，脉搏无力。如果除了上述症状，你还有这些问题，那可能是脾虚伴痰湿，体型偏胖，特别是腹部有赘肉，经常咳痰，痰液较多，吃了油腻食物后不舒服，舌苔厚腻。如果再加上以下这些症状，那可能是脾虚伴痰湿，兼有气滞，腹部胀气，打嗝频繁，腹部有胀闷感。根据这些症状组合，只有第一组症状可考虑4君子丸。4君子丸我们上一期视频详细说过，咱们可以回看一下。有第1、2组症状可考虑6君子丸，3组症状都有，建议选择香砂6君子丸。4、日常使用指南与注意事项。既然了解了6君子丸和香砂6君子丸的基本原理和适用情况，那么如何正确使用它们呢？这2个药都是补益类的中成药，一般来说大家最好在饭前服用，这样吸收效果更好。但如果脾胃比较虚弱，饭前吃觉得胃不舒服，也可以在饭后半小时吃。用药期间要注意饮食清淡，不要吃辛辣、油腻、生冷的食物，比如辣椒、肥肉、雪糕、冷饮等，这些东西会加重脾胃的负担，影响药效。孕妇、哺乳期妇女以及小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，不能自己随便吃。如果吃了1周之后症状没有缓解，或者出现了新的不适症状，比如上火比较严重、胃痛加剧等，要及时停药。大家在用中药调理脾胃的时候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通常需要2到4周才能看到明显效果。6君子丸偏温性，如果服用后感觉上火，可以加一点菊花来平衡。这2种成药都不适合感冒发热期间服用。有个很常见的问题，服用6君子丸或香砂6君子丸能减肥吗？理论上讲，因为它们能化痰、行气，所以对于因脾虚痰湿导致的肥胖有一定帮助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不要期望单靠吃药就能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。它更多的是通过调节脾胃功能，配合适量运动和饮食控制，从根本上改善代谢，才能达到健康的体重管理目标。5、现代疾病中的应用。在现代医学条件下，6君子丸和香砂6君子丸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，包括1、慢性胃炎，特别是伴有腹胀、胃口不好、便软、恶心、打嗝等症状的患者。2、功能性消化不良，西医检查找不出器质性病变，但总是消化不良。
3、胃下垂，常伴有消化不良、胃部不适。4、慢性腹泻，特别是饮食不当后容易腹泻的人群。5、术后恢复期，手术后消化功能减弱的情况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这些中成药是调理性质的，对于急性、严重的疾病，应该首先寻求正规医疗干预，中药可作为辅助手段使用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六君子丸和香砂六君子丸的内容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我们简单总结一下，六君子丸是在四君子丸的基础上加了陈皮、半夏，适合脾虚痰湿的人。香砂六君子丸是在六君子丸的基础上加了木香、砂仁，适合脾虚痰湿兼气滞，也就是肚子胀得比较明显的人。大家在用药的时候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症状辩证选择。最后还要提醒大家，中成药虽然好用，但不能代替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平时一定要注意合理饮食，少吃油腻、生冷、辛辣的食物，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，比如山药、薏米、莲子、冬瓜等。适当运动，像八段锦、瑜伽、散步等，能帮助我们增强脾胃功能，排出体内的痰湿。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不要经常着急、焦虑，因为情绪也会影响脾胃的功能。只有把药物治疗和生活调理结合起来，才能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觉得视频内容对大家有用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